注意看，阿萨拦下了这辆绿色的道奇挑战者，此刻的他正以极其自信的姿态走向老哥，但他才刚走到副驾驶，老哥却一脚油门开始起飞。阿萨经验老道，还手就用手电筒留下一个记号，老哥却是因为油门踩得太猛，甩尾了好几次，差点失控。那么这一次的结局会如何呢？屏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 ASP 阿肯色州的阿萨布莱恩卢卡斯正在巡逻，左侧这辆道奇挑战者因为超了他的车，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于是他想靠近检查一下这老哥的车牌。可以看到，这老哥的行为可谓是十分规范。就当阿萨以为他看走眼的时候，车底的车牌读取器却显示老哥的车牌异常。尝试了几次都没能读取成功，阿瑟认为这车牌绝对有问题，于是打开氛围灯，示意老哥靠边停车。不难看出，这老哥的表现可谓是相当乖巧，叫停就立刻靠边，简直是1秒钟都不耽误。阿瑟认为可能是机器出了故障，这张罚单10有8九是开不上了。不过阿瑟经验丰富，打开了车门的他并没有立刻下车，而是给老哥来了一个假动作，直到他确定老哥没有要跑的心思，才开始大步流星的朝老哥走去。但是该来的总是会来的，这场博弈还是阿瑟输了。不过他反应迅速，反手就用手电筒在老哥车上留下了一个记号。不得不说，这位阿瑟真的是经验老道，而这老哥救车的技术也确实有一套。看来今天又是一场高手之间的比较。现在老哥比阿瑟率先起步10秒，但这个问题并不大。前几天我们说过，这位阿瑟的道奇充电器是没有电子限速的，不仅速度更快，也侧面反映出来他的技术很高。现在正片开始，在这之前，首先感谢甲方转转的催更。我这台转转上买的95星 A 级的 iPhone 13只要2000多，比新机便宜了1000多，省下的钱都能加1个月的油。我帮大家研究过了，转转是个专业的官方验二手平台，拥有多种专利质检设备，只有经过专业工程师全面检验的正品手机才会上架售卖，全都跟新机一样，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和1年质保，闭眼放心买。而且转转不只有手机 ，iPad 价格只要1500多，拯救者 R9000P 价格也只要3000多，同样很实惠。现在点击评论区蓝链还能领最高1000元优惠券，趁现在平台有活动，大家快去转转更新一波数码产品吧。不过虽说都是挑战者，但这一次老哥驾驶的可不一样，这是一款 Skatpack 392版本的道奇挑战者，搭载6.4自吸 V8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492，从老哥起步烧胎就能看出来，这车绝对不简单。此刻阿瑟的时速已经来到了225公里每小时，这是一般道奇充电器的上限，但这个速度在阿瑟这里却只是过弯时的机舱。而也正因如此，他才在前方弯道的尽头看见了一闪而过的老哥，下一秒便看见老哥从右前方的匝道下了高速，这视力简直不要太恐怖，我1.5都自愧不如。跑完匝道之后，已经彻底看不见老哥的尾灯，这让我一度怀疑刚才是不是阿瑟看花了眼。但这阿瑟很快就用行动打了我的脸。虽然老哥的尾灯已经变得很浅，但阿瑟却是瞬间就锁定了这个光点。原来老哥在换了高速后，第一时间就下了高速。但凡阿瑟慢一点或是眼神差一点，就会错过这个出口。此刻还能看见尾灯，就已经是非常极限。这情况明显有些不对，阿瑟自知不敌，立刻呼叫了队友。要知道，这位阿瑟上一次出场已经是5星巅峰，并且成功晋级，能把他压制到毫无还手之力的老哥，又该是何等实力？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老哥的战力表。好，这老哥居然是位6星巅峰，难怪有着道奇充电器的加持，阿瑟还会如此吃力。此时两人的战场已经从高速切换到了市区，但可以明显的看出来，老哥的优势已经大不如开始。按照阿瑟这个如有神助的状态，再拉扯一会儿，结局可就不好说了。但身为6星大佬，很快便有了对策。于是老哥在前方高速的桥底左转，这是上高速的匝道，带着领先7秒的优势重新开始，这是准备用速度将阿瑟生吃。而好不容易才将老哥锁定，阿瑟又怎么会轻言放弃？同为6星大佬，比的不就是谁的失误更少？阿瑟认为自己今天的状态相当好，而且队友即将就位，看着老哥还能往哪里跑？不出意外，结局很快就要见分晓。
毕竟是动力更强。回到高速后，老哥再次拉开了距离，这让充满希望的阿 Sir 变得非常着急。明知前方是急弯，但他认为这是缩短距离的最佳时机，没成想却因车速太快变成小黄鸡附体。虽说刹车补救，但依旧以160公里的时速撞上了右侧的护栏，滑行了数百米，经过再次撞击才停了下来。但此时他已经是右轮报销，气囊全爆，已无再战之力。看一下车底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，当阿 Sir 意识到弯道太急时，就已经刹不住车了。回过头来分析一下，按照阿 Sir 上一期的表现，这种急弯他肯定要操作一番。在这限速50公里的匝道，车速直接来到200，这个速度超出了人和车的极限，眼看就要撞车，但墙上的这一团黑印子和地上的刹车痕迹，确实让我有些绷不住。不出意外，应该有人和阿 Sir 犯了同样的问题。这一幕应该是许多经常跑山的玩家经常会做的噩梦。不过万幸的是，阿 Sir 并没有冲出护栏，翻到桥下，而且由于阿 Sir 及时救车，最终是侧面相撞，所以这辆充电器的受损情况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。阿 Sir 本人也只是受了一点皮外轻伤，只是可惜了，这一战成为了这辆不限速的道奇充电器的绝唱。经此一役之后，他也被迫增加了电子限速，从此最高也只能跑到140英里。好了，随着老哥成功完成消星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关于本期的内容，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讨论。在此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反面案例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